這團火在高雄小港，它從1977年6月燒起來，燒到今天，中間49年1秒都沒有斷過。它的核心溫度是攝氏1500度，它一年從肚子裡端出約1000萬公噸粗鋼，它旁邊站着約10500個人，分成早中晚3班，24小時輪流盯着它，不是盯它會不會壞，是盯它會不會冷。而中鋼寫給一般人看的公司說明裡有一句話寫得非常直白：煉鐵高爐一經點火，即24小時不停操作，5年內不能停火。5年換算成天是1826天，你家小孩從出生到上幼稚園，這團火一天都不准打瞌睡。可為什麼偏偏是5年，不是5天？一台機器要連續運轉5年，這在任何一個產業聽起來都像天方夜譚。為什麼在煉鐵這一行，它不是目標，是常識？更狠的是後果，如果它沒有按照程序，突然斷風斷料，就這樣冷掉，接下來的問題往往不是重開要花多久，而是這座爐子還能不能用。一台8層樓高的設備，關一次就可能報廢，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你家的瓦斯爐一旦點住，這輩子就不准關，關了就得整台丟掉，然後你要花好幾年才能裝一台新的。所以今天這一集只回答3件事：第一，5年不准熄火這條規矩到底憑什麼？第二，如果真的熄了會發生什麼？為什麼熄一次就等於報廢？第三，這團火是誰在守？一次非熄不可的大修要停多久？要動員多少人？要砸下多少錢？先給這團火取個綽號，方便我們後面一路講下去。高爐這個東西，我們今天叫它鐵胃，因為它從頭到尾做的就是一件事：吞進整船的鐵礦砂和焦炭，在肚子裡把氧一層一層剝掉，然後從底下吐出滾燙的鐵水。它有胃口，會餓，會消化不良，也會脹氣。而點火這個動作，我們叫它單向門，你可以推開它走進去，但門在你背後就鎖上了，沒有回頭的把手。至於那條5年內不能停火的規矩，我們叫它5年約。這是一份沒有人簽名，卻誰都不敢毀約的合約。鐵胃、單向門、5年約，這3個詞後面會一直出現。先把時間拉回1977年，那一年6月27日下午，中鋼的第一座高爐舉行點火典禮，由當時的總經理趙耀東主持。當年的報道把這座爐子的身家全部攤開來，爐體高86.3公尺，直徑10.3公尺，載重2萬多公噸，光是打地基就打下2600根樁柱，灌進59000立方公尺的混凝土。59000立方公尺是什麼概念？一台預拌混凝土車大概在6到8立方公尺。這座爐子腳底下那塊墊子要開將近1萬台次的混凝土車才灌得滿，而這還只是墊子，不是爐子本身。點火之後也不是隔天就有鐵，同一批報道寫得清清楚楚，烘爐加上全面試車，預計要30到40天，慢慢把爐體溫度推上攝氏1000度以上，然後才開始出鐵水，每天大約4000公噸，30到40天，這個數字本身就是5年約的第一層原因。你關它一次，重開就要1個多月，而那1個多月裡，鐵胃1公斤鐵都生不出來，賬單卻1天都沒少過。這裡要補一段背景，不然你會低估這座爐子的重量。依公開的公司嚴格，中鋼是1971年12月3日成立的，從成立到第一爐鐵水流出來，中間整整6年，6年只做一件事，把一座爐子從地面長出來。有資料記載，初期建廠資金約新台幣369億元，用1970年代的幣值算，這在當年那一批重大建設裡是分量最重的幾筆之一。而且這座廠不是一次蓋完的，1977年是第一階段，之後又分階段擴建，一路加到1990年代後期才算長期。它像一棵樹，一圈一圈加年輪，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那團火不是一個工程的結果，是好幾代人接力把它疊起來的東西。這也是為什麼後面講到除役的時候，那件事在公司內部會被形容成55年來第一次做減法。而且要注意中鋼那句話的措辭，它不是說建議不要停，也不是說盡量連續運轉，它寫的是不能停火。一句寫給民眾看的說明文字能被寫成這種語氣，代表這在業界根本不是討論題。那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鐵胃根本不是一台機器，它是一個化學反應器，而且是一個必須一直維持在反應狀態的化學反應器。
它的運作是這樣的：鐵礦砂、焦炭、石灰石從爐頂一層一層倒進去，像千層派一樣往下堆。爐子下方一圈風口，把熱風灌進來。這股風不是冷風。冶金業的通用資料指出，送風機打出來的空氣要先進熱風爐，加熱到攝氏800度以上，才從風口穩定地吹進爐缸。熱風一碰到風口前的焦炭，燒出2000度以上的還原氣體，一路往上竄，把落下來的鐵礦砂一層一層還原成鐵。換句話說，爐子裡永遠有一股由下往上的熱氣流，跟一堆由上往下的固體原料在对冲。這個对沖是有平衡點的，氣流走哪些縫，料堆成什麼形狀，哪一層先軟化，哪一層先溶掉，這些東西是幾天幾個月慢慢長出來的一種秩序。你把風一停，這個秩序就垮了，而它垮掉的方式不是慢慢散開，是往下塌。這就是單向門的真正意思，不是有人規定你不准回頭，是回頭那條路根本不存在。有人可能會說，那把火開小一點呢？降載總可以吧？可以，而且中鋼也做過，但降載跟熄火中間有一條線，那條線叫做爐缸裡還有沒有活的鐵水。只要那一池鐵水還是液態，這座爐子就還活着。一旦它凝固，這座爐子就從設備變成了一塊很貴的石頭。而且降載跟停爐中間其實還有好幾格，業界大致是這樣分的：第一格叫減風，就是把送進去的熱風量往下調，爐子還在跑，只是跑慢一點。第二格叫休風，短時間把風停掉，通常是為了搶修某個設備，時間以小時計，爐缸裡的鐵水還是熱的。第三格才是悶爐，把料面壓住，讓爐子進入一種半睡的狀態。這一格已經很傷，能不做就不做。第四格才是真正的停爐。你會發現前面三格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想盡辦法不要讓爐缸裡那一池鐵冷掉。整個行業幾百年下來，發明出這麼多中間狀態，就是為了避開最後那一格。這些名詞各廠的講法不完全一樣，但邏輯是一樣的。能減風就不休風，能休風就不悶爐，能悶爐就絕對不停爐。那如果真的停了，會發生什麼事？我們一項一項數。第一件事，爐子會冷，而冷對這種結構來說不是休息，是災難。鐵位的外殼是碳鋼板，厚的地方可以到100公厘，也就是10公分。內壁砌住耐火磚，磚和殼中間夾着冷卻壁。這幾種材料的膨脹係數都不一樣，長期泡在高溫裡，它們已經各自找到了一個彼此擠壓卻剛好穩定的位置。溫度一路掉下來，每種材料各縮各的，磚縫就會開，冷卻元件就會裂。等你想重新點火的時候，你面對的已經不是原本那座爐子，而是一座內部被拉扯過一輪的爐子。第二件事，也是這一行最常被提到的一點，爐缸底下那一池鐵水和爐渣，這些東西如果沒有事先按程序排乾淨，就讓它冷下來，它會在爐子最底部凝固成一大塊，行話叫殘鐵。凝固之後要怎麼弄出來？沒有捷徑。通常的說法是只能靠人力和機具，一塊一塊敲，一塊一塊挖。這裡有一個很硬的旁證，中鋼集團中龍1號高爐2025年那次大修，媒體報道特別提到，這次是集團首度在不更換爐殼的情況下，用金剛繩鋸切割殘鐵，而且是在空間非常狹小的條件下做的。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，要用鋸子把一座爐子肚子裡凝固的鐵塊鋸開，而那還是在計劃之內，準備了好幾年，有工法有圖有人力的情況下。第三件事是氣。高爐運轉的時候，爐頂會一直排出高爐煤氣，這股氣有可燃成分，也含有大量一氧化碳。正常時候它被收集起來送去發電，送去燒熱風爐，是這座廠自己養自己的一部分。可是一旦爐況失控，爐內的壓力和氣體成分就會亂掉，該走的管路走不動，不該累積的地方開始累積。所以停一座高爐最怕的從來不是停不下來，是停的過程中氣體跑錯地方。業界的停爐程序裡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處理鐵，是在處理氣。要通氮氣，要把可燃氣體一段一段趕乾淨，要確認每一個閥該關的關，該開的開。換句話說，爐子裡那一池鐵是看得見的風險，爐子裡那一團氣是看不見的風險，而看不見的那個往往才是最要人命的那個。所以停爐從來不是把開關往下搬，
真正要停一座高爐，是一整套工程。先把爐內的料一層一層燒空，按程序把料面降下来，把鐵水和渣排乾，過程要好幾天，還要全程控制爐內的氣體不出事。這套程序業界叫爐冷，它不是關機，它是拆彈。也因此，鋼鐵業裡流傳一種很誇張的說法，景氣爛到谷底的時候，硬撐着讓高爐燒下去，等於每天把一輛好車開進海裡。可就算這樣，還是不能停，因為停下來的損失是那個的好幾倍。這只是業界流傳的比喻，目前還沒有公開資料能給出精確統計，但他抓到的邏輯是對的。虧錢生產跟報廢一座爐子是2個量級的事，而且更麻煩的是，鐵胃裡面的狀況你還看不見。整個熔煉過程是密閉的，裡面高達1500度，你可以間接量到部分溫度和壓力，但爐內實際的熔狀況、爐氣怎麼分布、爐渣堆在哪裡，這些都難以直接量測。對操作人員來說，高爐長期以來就是一個黑盒子，一個8層樓高，裝着1500度液態金屬，你看不進去還不准關的黑盒子。這就是那團火的真面目。那沒有人真的關過嗎？有，而且就在最近幾年，就在一個工業歷史比台灣長得多的地方，英國威爾斯的塔爾伯特港鋼廠，塔塔鋼鐵旗下。2024年，這座廠的2座高爐依計劃先後停止運轉。同年下半年，這座城鎮超過100年的一貫煉鋼史結束了。代價是什麼？塔塔鋼鐵宣布在英國裁減約2800個職位，其中絕大多數落在塔爾伯特港，還不算外圍的承攬商和供應鏈。那接下來呢？他們要改建電爐，投入規模約12.5億英鎊。英國政府另外撥出約5億英鎊支持這場轉型，而新爐要開始產鋼，時間表落在2027年前後。你把這條時間軸攤開來看就懂了。2024年熄火，要到2027年才有新的爐子出鋼，中間這幾年，這座100年鋼城的一貫煉鋼是空白的。這就是熄了就報廢最寫實的注腳，不是嚇你，是別人已經演過一次了。換成是你會怎麼判斷？當你手上握着一座已經燒了幾十年的鐵胃，你會不會為了省一點成本讓它睡1個月？想都不用想，不會，因為那不是省，那是把一座爐子壓上去堵。好，第2個問題來了，一團5年不准斷，又看不見裡面的火，是誰在守？答案是約10500個人。這10500人當然不是全部擠在爐子前面，他們散布在煉鐵、煉鋼、軋鋼、動力、運輸、環保，一路到出貨。但整條產線的節奏只有一個，鐵胃不停，後面全部不能停。中鋼是一貫作業鋼廠，生產單位屬於24小時輪班。依公開的招考說明，輪班大致是晚班上5天休2天，中班上5天休1天，早班上5天休2天，一輪一輪滾下去。你在睡覺的時候，有一群人正在看那團火，你醒着的時候，換另一群人在看。這件事本身就有一種很古老的味道，人類守着一團不准熄的火，這個畫面幾千年前就有了，只是這一團有8層樓高，1500度，而守它的人有輪班表和感測器。而且守夜這件事不是坐在熒幕前面看數字就結束，高爐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出一次鐵，出鐵口平常是被泥料堵住的，要出鐵的時候用開口機把它鑽開，讓鐵水順着沙溝流出來，流進魚雷車，裝完之後再用泥炮把口封回去。這個動作一天要重複很多次，一年要重複幾千次，49年沒有停過。換成是你會怎麼想？你可能會覺得都幾十年了，這種事應該早就全自動化了吧？部分確實是，但關鍵在於這座爐子的狀態每天都在變，爐內節不節流，鐵水溫度夠不夠，渣的流動性好不好，這些會直接影響出鐵順不順。真正在判斷的還是那一班人，而這件事最危險的時刻其實是交接班。一座燒了幾十年的爐子，它的狀態不是一個數字，是一段連續的故事。前一班的人知道昨天半夜風壓抖了一下，知道上一爐鐵水的溫度比平常低了20度，知道哪一個冷卻壁的讀數最近有點怪。這些東西寫在交接簿上，也講在嘴巴裡。如果這段故事斷了，下一班就等於重新認識一座陌生的爐子。所以在煉鐵這一行，交接不是形式，是把一個黑盒子的記憶從一群人手上交到另一群人手上。
1年365天，1天3班，一個爐帶10幾年。你算算看，這段故事要被教出去多少次，中間一次都不能講錯。所以5年約的另一半其實不是寫在紙上的規定，是寫在班表上的，一張班表接一張班表，1年接1年，把那個不能中斷的1826天一格一格填滿。那他們到底用什麼看？第一層是量，在爐頂的布料槽裝溫度儀和輪廓儀，掌握原料倒進去之後堆成什麼形狀，高溫氣體怎麼分布，在爐壁裝溫度感測器，靠溫度變化的頻率去推測冷卻元件有沒有被侵蝕，內部有沒有結塊，再出鐵口量鐵水溫度，再回推爐內的熱度夠不夠。第二層是猜，因為所有量到的東西都是间接的，所以中鋼在高爐場域導入了多項智慧應用，內容包含高爐爐況分析監控、原料輸送帶的預測維修、熱風爐的效率與耗能監控，還有現場人員的安全監控。最後把這些訊號整合成一套綜合爐況評分機制，從原料分布、氣流狀況、目前風量、鐵水產量、爐內溫度，替這座鐵位當下的表現打一個分數。講白話一點，他們沒辦法把眼睛伸進1500度裡面，所以他們替這個黑盒子做了一份不會中斷的體檢表，心跳、體溫、血壓，每分每秒都在讀，而且守夜的不只有人。這座廠裡有一整套為了不准停而長出來的系統，熱風爐要輪流蓄熱，輪流送風，不能有1秒斷風。輸送帶要做預測維修，因為皮帶一斷，原料就上不去，原料上不去，鐵位就會餓。鐵水運出來之後，靠的是一種叫魚雷車的東西，一趟載300公噸，桶身是一顆躺着的鋼制巨蛋，內壁砌滿耐火磚，靠專用軌道把鐵水從高爐送進煉鋼廠。魚雷車也不能隨便跑，因為每一趟都會有鐵水殘留在桶內，渣會慢慢積在桶口，久了就影響裝載量，所以它得定期進清渣站，把裡面的渣塊敲掉。你把這些串起來看，就會發現一件事，所謂高爐不能停，真正的意思是為了讓它不停，旁邊有幾十套系統必須同時不停。一座爐子的不熄，是一整片工業區規模的協作換來的。第三個問題，既然平常不能熄，那總有非熄不可的一天吧？有，那一天叫大修。一座高爐不是永生的，它有壽命單位，業界叫一代爐役，也就是從這次開爐燒到下次大修停爐，中間那一整段，中間可以修修補補，但耐火磚會被吃掉，冷卻壁會被侵蝕，總有一天要整個掀開重來。你可能會問，那別的重工業設備不也是這樣嗎？電廠不是每年都在歲修？差別就在這裡，電廠停機是把火關掉，等溫度降下來，人進去換零件，再點起來。整個過程雖然麻煩，但它是可逆的，而且是設計上就允許的。高爐不一樣，高爐每一次停爐都是在跟单向門討價還價，你必須把爐子裡那一整套已經穩定幾年的秩序，用人為的方式一層一層拆掉，而且要拆得夠乾淨，乾淨到重新點火的時候，它願意再長一次。所以大修不是保養，是換一個爐帶，舊的那一代結束，新的那一代開始，中間那道縫就是這座爐子這輩子少數幾次被允許冷下來的時刻。一次大修要停多久，花多少錢，動員多少人，台灣自己就有2個案例，數字都很硬。第一個案例是中鋼2號高爐，2020年4月的媒體報道寫得很清楚，中鋼把2號高爐的大修提前，全案63.7億元。停爐大修150天，這座爐子的年產能是252萬公噸，150天，63.7億元，換算下去，這座爐子躺着的每一天，平均要砸進4000多萬元，而且這150天裡，1噸鐵都出不來。第二個案例更新也更完整，中鋼旗下的中龍鋼鐵1號高爐，2025年做了開爐15年以來的第一次大修。媒體報道把數字攤在台面上，全案斥資78億元，施工期151天，動員近1000名協力人員，同年7月舉行竣工開爐祈福典禮。而他上一個爐帶連續燒了超過15年，期間銅冷卻壁保持無破損，這在國際銅業裡是相當難得的實際。近1000名協力人員，151天，78億元，這代表什麼？代表當一座高爐終於被允許熄火，
馬上會有將近1000個人衝進去，用5個月把它從裡到外翻新一遍，平均一天投進5000萬元以上。而這將近1000個人不是停炉那天才召集的，一次高爐大修真正開始的時間比停爐日早得多。耐火磚要提前訂，因為那不是五金行買得到的東西，尺寸和形狀都是為這一座爐子量身做的。工法要提前試，像鐘龍那次的绳鋸切割，就是先在外面練到有把握才敢带進炉子裡。庫存要提前堆，因为停爐這幾個月下游還是要吃鋼，你得先幫他們把料囤好。所以一場151天的大修，前面往往壓着2-3年的準備。換個角度看，這正好又證明了單向門的存在。你要讓一座高爐冷下來，得先用好幾年去換那5個月，而且停下來的代價不只有錢。有報道指出，中龍1號高爐這次大修期間，集團產量降在約100萬公噸。100萬公噸，這差不多是中鋼粗鋼年產能的1/10，被一次大修吃掉了。所以5年約那句話的完整意思其實是這樣：5年內不能停火，不是說第5年就可以放心關掉，而是說這團火只有在一場準備了好幾年，動員近1000人，砸下數十億元，排程排到以天為單位的大修面前，才被允許暫時熄掉。其他時候它熄了就是意外，而意外通常就等於報廢。順帶提一件很多人誤會的事，你如果住在小港附近，偶爾會看到廠區的燃燒塔冒出很大的火光，晚上特別明顯，看起來像出事了。但依環保單位過去對外的說明，那類火光多半跟歲修期間的製程調度有關，是把多餘的可燃氣體導去燃燒塔燒掉的正常程序。這也剛好說明一件事，一座一貫作業鋼廠的所有動作，包括看起來最嚇人的那一個，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，讓火在該燒的地方燒，不該燒的地方一點都不能漏。好，現在來算這團火到底養活了什麼。中鋼的公司簡介寫著，粗鋼年產能約1000萬公噸，是國內規模最大的一貫作業鋼廠。1000萬公噸是什麼概念？除以365天等於一天27000多公噸，再除以24小時等於每小時1100多公噸。也就是說，你聽完剛剛那句話的時間，這座廠大概又生出了半噸鋼。再換一個算法，一般小客車的車體用鋼大約在1公噸上下，這是粗估，不是官方數字。照這個粗估去除，1000萬公噸大約等於900萬到1000萬台小客車的車身，而台灣登記在案的自小客車大概700多萬輛。也就是說，這團火一年吐出來的粗鋼，理論上可以把全台灣的自小客車車身重做一遍，還有剩。那這些鋼變成什麼？看重鋼的產品規格就知道，它幾乎滲進你生活的每一層。鋼板產品厚度從6公里到90公里，寬度可以到3000公里以上。這是造船、橋梁、離岸風電、水下基礎那個集聚的東西。冷軋產品厚度低到 0.2 公里，用在汽車結構和精密沖剪。調鋼線材直徑從 5.5 公里到100公里以上，變成手工具、螺絲螺帽、鋼線鋼纜、汽機車、零組件。台灣中部那一整片螺絲王國，吃的就是這條線。還有電磁鋼片，薄到 0.15 公里，用在馬達、變壓器以及電動車的驅動馬達。0.15 公里，比2張影印紙還薄。同一座8層樓高的鐵衛，一頭吞下整船的鐵礦砂，另一頭吐出比紙還薄的鋼帶。而且中鋼董事長黃建志2026年8月受訪時還特別提到一件事，現在當紅的 AI 產業其實都有中鋼的影子，例如伺服器機櫃，例如滑軌。所以下次你騎機車走過鋼構天橋，看到路上跑的電動車，甚至看到資料中心裡那一排排機櫃，他們多半都跟高雄小港那團不准熄的火有血緣關係。這團火的胃口也不小。依2019年的媒體報道，中鋼的年用電量約50億度，其中約60%靠自己發，自有電力裝置容量約50萬。怎麼發？靠副產物。煉鐵煉焦過程會產出大量副產、燃氣和廢熱，中鋼把它們拿去燒鍋爐做氣電共生，發出來的電回頭為自己的產線，多出來的水蒸氣還可以賣給周邊廠商。換句話說，這團火不只煉鋼，它同時是一座電廠，還兼賣熱。至於水，
中鋼公布的製程用水回收率達到 98.5%， 廠內的水依生產流程可以逐級使用5到6次，然後才准離開。近年再生水的每日使用量一度衝到7萬公噸以上，占每日補充水量的1半以上。一滴水在這片廠區裡要被榨到幾乎不剩才准走。好，到這裡為止，這團火聽起來很偉大，但只講到這裡，這一集就是一支宣傳片。所以現在把最強的反方攤開來講。第一個反方也是最直接的一句，既然這麼耗，碳排這麼高，為什麼不乾脆讓它熄掉，全面改電爐？這個質疑不是嘴炮，它有數字。以外部氣候評估報告引用的資料，中鋼2024年的碳排強度是每噸鋼 2.33 噸二氧化碳當量，在受評的亞洲同業裡屬於偏高的一群。而那座1977年點火的1號高爐，有說法指出，它一年的排放量約330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，330萬公噸除以365天，等於一天9000公噸。一座爐子，一天9000公噸，這一擊很重，重到沒辦法用“我們有努力”4個字帶過去。那中鋼怎麼打？第一層是技術，電爐吃的是廢鋼，而廢鋼裡帶進來的銅、硒這一類殘留元素，在煉鋼過程中幾乎沒辦法靠氧化的方式除掉，只能靠純料稀釋。這些元素一多，鋼在熱軋的時候就容易在表面產生裂紋，所以越薄越純，越挑表面品質的鋼種越難單靠電爐做出來。而中鋼手上握着的正好是電磁鋼片、汽車用鋼這一類最挑純度的產品線， 0.15 公厘那種厚度，不是隨便哪條路線都做得出來。第二层是原料，電爐要吃廢鋼，可是廢鋼不是水龍頭打開就有。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過渡期已在2025年底結束，2026年起正式對進口的相關產品課碳費，全世界的鋼廠同時往電爐跑，廢鋼就變成搶手貨。你把高爐熄了，卻搶不到料，那不是轉型，那是斷炊。第三層是時間，這就回到塔爾伯特港，從熄火到新爐出鋼，中間至少3年空白，2800個職位先付了賬。對一個必須自己供鋼的島來說，這種空窗期不只是成本問題，是供應安全問題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因為第二個反方緊接着就來了。台灣氣候行動網絡在2025年的評估報告裡直接質疑要減碳，卻還在修高爐。因為中鋼一邊規劃減碳，一邊規劃投入約77億元進行4號高爐大修，等於讓這座爐子的壽命再往後延10幾年。同一份報告還推估，碳費開徵之後，中鋼一年要繳的碳費在56億元以上。這個反駁比第一個更難回答，因為他戳的不是能不能，是願不願意。花77億元把一座高爐延壽，等於把碳鎖進未來10幾年，而且每年還要另外掏出數十億元的碳費。碳費怎麼算？什麼叫碳洩漏？這個我們先前專門聊過，不贅述。這裡只要記住一件事就好，碳費不是一次性的罰單，它是每年都會來的固定支出，而且只會愈來愈貴。中鋼這邊的答案是幾條中期減碳路徑。一、公開整理，中鋼規劃到2030年前投入170億元以上的節能減碳資本支出，主軸包括高爐添加還原鐵、高爐噴吹負氫氣體、鋼化聯產、轉爐增用廢鋼。這4條路徑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都不打算把高爐拆掉，而是想辦法讓同一座爐子少排一點。而這裡就出現了第3個反方，也是最不留情的一個，加法追不上減法。中鋼自己公布的成績是2021年到2025年之間完成了1046件減碳行動方案，年減碳量約145萬公噸，相較2021年減幅約 6.5%。 1046件，這是很認真的數字，一件一件去做，5年做了1000多件，可是減幅只有 6.5%。 而依外部評估，中鋼到2030年還得再做出約30%的實質減碳幅度，才追得上國際標準要求的軌道。你看出來了嗎？小改小補是加法，而當加法追不上目標的時候，剩下的就只有減法。真正那把大刀從頭到尾都只有一個問題，那座爐子熄還是不熄？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。2025年12月26日，中鋼董事會通過一份叫產能最適化的方案，決議文字寫得狠，
企業資源集中運轉，把價值拉到最高，把成本壓到最低。翻成白話就是不再什麼爐子都養。而具體的第一刀就砍在最老的那一座，那座1977年點火燒了快50年的1號高爐被排定除役。這一刀不是拍腦袋，公開報道把這本賬攤了出來。1號高爐原本排在2030年大修，大修一次要60到70億元，修完可以再用15年，而它的年產能設計上是180萬公噸，目前實際只剩120萬到130萬公噸左右。你想想這筆賬，花670億元去救一座已經掉了30%產能的老爐子，還要背它未來15年的碳排，然後每年再繳碳費，這筆賬怎麼算都算不過來。所以答案是不修除役。而同一場董事會還通過另一筆15.6億元的計劃，用來新建廠內焦炭產用調控流程。計劃期間從2026年1月一路排到2028年12月，目的很直接，穩定供應其他還在燒的高爐所需要的焦炭，讓他們的產能不受影響。你看得出這套邏輯，關掉一座最老、最耗、產能又掉最多的爐子，然後把料、把人、把電、把焦炭全部集中餵給活下來的那幾座。這不是撤退，是收攏。講到這裡，一定會有人回頭質疑一句，既然1號高爐說除役就除役，那前面講了半天的不准熄火，是不是根本在唬人？這是一個很好的反問，而且答案剛好相反。你回頭看這條時間線，2025年底董事會拍板，除役排在2029年第一季，後來又提前到2028年第一季，從決定到執行中間隔了2-3年。一台真的說關就能關的機器需要排這麼久的隊嗎？真正說關就關的東西叫開關，而一座高爐的除役要先排焦炭、排產能、排訂單、排人力，排另外那幾座爐子怎麼把缺口補起来，最後才輪得到火。所以不准熄火從來不是說這團火永遠不會滅，他說的是這團火什麼時候滅，不歸當下那一班人決定，也不歸這一季的市況決定，他要提前好幾年被寫進一張表裡。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，因為除役的時間又被改了一次，而且是往前改。2026年8月的媒体報道，中鋼1號高爐的除役時程已經從原本規劃的2029年第一季提前到2028年第一季。董事長黃建志說得很清楚，這是中鋼55年來第一次做設備的減法，過去55年只做加法，一座一座加上去，這是第一次拿掉。而他同時丟出一個新說法，叫以碳領銷，意思是過去這一行的邏輯是以產領銷，先算產能再去賣，現在要倒過來，先精算每一道製程、每一條產線、每一項產品的實際排碳量，再用排碳最低的路徑去規劃生產，動態調整產品組合。換句話說，碳從一個要繳的罰單變成了排產表上的一個變數。這條線我們後面還會用到，先記住。可就在所有人以為這團火只剩下倒數計時的時候，另一組數字冒了出來。那2026年的現在，這團火燒得如何？答案有點出乎意料，比前2年旺。2026年8月初的報道，中鋼集團7月出貨量突破100萬公噸，創下近2年半以來的單月新高。6月的數字是77萬公噸出頭，一個月之間多出20幾萬公噸。上一次集團單月出貨破100萬噸，要追溯到2024年1月。再拆開來看，內銷58萬公噸出頭，外銷42萬公噸。撐住這個數字的是島內的工地，不是出口。原因也很具體，6月連續降雨，造成部分出貨遞延到7月，加上國內科技建廠和公共工程的需求在撐盤，台灣現在到處在蓋廠房、蓋橋、蓋資料中心，每一根鋼筋、每一片鋼板都要有人生出來。所以現在的中鋼處在一個有點矛盾但完全真實的位置上，一邊是碳排強度在亞洲同業裡排第2高，最老的那座爐子已經被判了除役，而且刑期還往前挪了1年。另一邊是7月出貨破100萬噸，2年半新高，國內需求正在回頭。同一座廠，同一團火，同時背着2張成績單，而這2張成績單其實在問同一個問題：一個沒有鐵礦砂、沒有煤、四面環海的島，
要不要留一團自己的火？留就得背碳排，背碳費，背國際評比上那個難看的名次；不留就得靠買。買鋼不是不行，全世界都在買，可是你買的每一噸，價格和供應都掌握在別人手上，而且對方也在減碳，也在漲價，也在課碳費。這個題目沒有漂亮答案，中鋼給出的那份產能最適化，本質上就是在這兩難中間切一刀，不是全留，也不是全放，而是留下最有效率的那幾座，把最老最耗的那座送走。這也是為什麼那個以碳領銷的說法值得記住。當碳變成排產表上的變數，這座廠就不再只是問能不能生產，而是問這一噸鋼值不值得用這些碳去換。現在回到最開始那個畫面，那座 86.3 公尺高，直徑 10.3 公尺，載重2萬多公噸的鐵塔，1977年6月27日點火，地基底下埋着2600根樁。它燒過石油危機，燒過台灣前沿角木，燒過亞洲金融風暴，燒過金融海嘯，燒過疫情，燒過去年，也燒着今天凌晨3點。它從來沒有被允許休息，因為熄一次就可能報廢。它被約10500個人分成3班守住，因為裡面是1500度的黑盒子。它一年端出約1000萬公噸粗鋼，是這座島上最大的一團火。單向門推開的那一天是1977年，而現在中鋼終於替它排好了走出這道門的日期，最遲2028年第1季。那一天，這座爐子不會被誰按下開關，它會被按照程序一步一步降下來，爐料燒空，鐵水排乾，渣排乾，等到爐缸裡最後一滴液態鐵離開，火才准熄。從點火到熄火51年，一座不准熄的爐子，最後不是被燒垮的，也不是被關掉的，是被算清楚之後讓它體面的停下來。這大概是一團火能得到的最好的結局。